而另外叫灵动和沐尘的小兄弟，他们倒是还没有见到过。但听周元所描述，灵动和沐尘二人的天赋也不比萧炎差，甚至都旗鼓相当。难道那叫灵动和沐尘的小兄弟也是那个身份的传承人？突然，一道想法在他们三人的脑海中浮现，表情有些微微吃惊起来。萧炎的身份，他们倒是已经知晓，可现在没想到又出现了2个，而且都是那个身份的传承人。没错，拥有大咒神物的祖符和元始法身，就已经是不同寻常之人，他们也是被选定之人。而且这一次我在施展元印的时候，他们的祖符和元始法身中竟是有神秘的力量要被激活。虽然只是那一瞬间，但我依旧感觉到那2股神秘力量，就是那传说中的无上气息。如果他们能够把握住时机，这一次将会是他们的大蜕变。元尊的声音如雷贯耳地传进115瑶苏有薇的3女耳朵中。如此一来，神藏中的那个预言是真的，看来都即将应验了。3女显然有些震惊不已。如果这真的是真的，有好也有坏，他们也担心神藏启示中所提到的那个预言。不过按照目前来说，距离那个预言的时间还是非常之长。虽说预言还没发生，他们也必须按照启示的方法按部去操作。看来元尊知晓了很多关于大咒以及天古浩劫的信息，而且他也并非没有去进行神藏中的启示，就是他目前一直在做的事情。至于那是什么启示，怕是只有他们自己清楚了。当时那个预言只是上篇，至于下篇，只能等到神藏再次降临神界，方才能够知晓关于那个预言的全部信息。提及当年自己进入神藏时，元尊的神色便不再放松，然而变得非常的严肃，甚至带着一丝恐惧。因为当时在神藏的地底深处，那里有一道巨大的封印神法禁锢，更是有一股不祥之气。虽然当时元尊没有进去，可是仅仅只是感受到一丝那不祥之气时，那一次也是他首次感受到的危险以及难以诉说的恐惧。就算是现在回想起来，当时让自己感受到无比恐惧的画面，现在都历历在目。如果下一次神藏降临，元尊必须要搞清楚那的底深处究竟隐藏着什么东西，为何会如此让人恐惧？就连气运之力都无法窥探那东西的来历。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那东西一片漆黑，根本无法探知那个什么东西，反而就连气运之力都差点被那不祥之气给污染。由此可见，那东西必定来历不凡，甚至已经超乎了想象的存在。好了，如今施展了元印之后，我体内的气运之力已经全部消散，看来是时候再次进入禁地来恢复和领悟自己的更强机缘。接下来我不在的1年时间里，宫内所有的事情全部交由你们打理，因为他要与我一起进入禁地。闻言，115瑶苏右薇3女也是点点头。这一次周元竟然将她也带入禁地中，看来是为接下来的事情做铺路了。好，你们放心的去领悟更高更强大的机缘吧。神元宫的事情我便吩咐下去，会让天元军严格把守气运山脉，不然一只苍蝇飞进去，等你们1年后的出关。自己的这3位爱妻都是也给承担了不少的事情，等1年之后出关，必定会奖励他的这3位爱妻。想到这里，元尊则是不正经的微微一笑，却是被3女投来的白眼给弄得尴尬一笑。好，那么我的几位爱妻1年后见。元尊说完，自己的神体便是消失在原地，留下115、5瑶、苏有薇3女站在原地。希望这一次夫君能够顺利突破大道极限。5瑶和苏有薇2女脸上则是开始担忧起来，因为他们都知道那个神藏中的预言，所以他们也希望自己的夫君能够快一点提升自身的实力。虽然自己的夫君实力很强大，甚至能够击退大道极限实力的魔神，但如果预言中记载的事情属实，那么大道还远远不够，必须触及更高层次的造化之法。可他们都不知道的是，其实元尊早就窥探到自己会前往神器联盟救萧炎、灵动、沐尘3人，而救他们也必须施展元印，从而能够让元尊获得更强大的力量，来触及造化之法的门槛。这就是来自气运之力的特殊大能。同时，元尊也是那个身份的传承人，也会因此变得更加强大，甚至未来他也会登顶大咒之巅，成为传说中的存在。在元尊和那个神秘的他进入了禁地之后，与此同时，武神阁上空突然出现了一道异象，这道异象如同幽深的晦暗一般，似乎有着某种玄奥的力量。在异象的中心，一股无形的大道神力蓦然爆发，刹那间，周围的空间仿佛被撕裂一般，裂开了无数道裂缝。而在这些裂缝中，隐约可见一条条深深的大道似乎在穿梭，释放出一股股恐怖的能量波动。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异象，下方武神阁的众弟子都不禁进入了全阁戒备，就连武神阁之主也是在第一时间闻风赶来。而在他的身后有着几道倩影，吴雪和藏青青也是紧跟而来，而其中几位武神阁的神斩们眉头紧锁，警惕地注视着空中异象。他们都知道这股玄奥的神力肯定是外来之人施展出来的，而对方既然敢于入侵武神阁，那么他们也一定有足够的实力与武神阁抗衡。不一会儿，3道身影从异象中闪现出来，出现在了武神阁的上空。他们的周身依旧还有未散去的金光包裹，看不清金光中的几道身影的样貌。不过
凭借着3道身影所散发出来的强大气息，这让武神阁的弟子们不禁感到心惊肉跳。毕竟他们面对的可不只是普通的入侵者，玄奥的力量不断的外放着，在武神阁之主的眼神中都是充满着无比凝重之色，因为就连他都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迫感。现场的气氛变得一触即发。然而金光还没散去，那3道身影中的一位便是率先开口说话道：“武神前辈，是我萧炎。”闻言，下方的武神阁众弟子倒是微微一愣，萧炎2字，他们当然也是通过。然后随着他们身上的金光消散之后，连同刚刚的异象也随之消失不见，所有的一切又回归到了正常。只见他们抬起头，看到了他们熟悉的身影，他正是萧炎。见到萧炎的身影后，武神阁之主那凝重的神情才缓缓消散，取而代之的则是迎接客人时的那份热情，因为他也知道了神器联盟中所发生的事情。对于他而言，武神阁欠萧炎一个人情。原来是萧炎小友啊，我还以为是外敌入侵了。武神阁立马面带笑容的招呼道，然后发现萧炎身边还有2道御魂体，不过从气息感受过来，竟然有一种诡异死气，表情立马有些一变。萧炎似乎看出了武神阁之主有些警惕，立马解释道：“武神前辈，不用紧张，这2位就是我从天狱中救出来的兄弟，灵动、沐尘。”晚辈，灵动。晚辈，沐尘。见过武神前辈。旋即，灵动和沐尘2人也是拱手对着武神阁之主恭敬行礼，这才没有了刚刚那一份警惕之心。好，既然是萧炎小友的2位兄弟，那么都先请进来再聊。武神阁之主也并非不同人，萧炎从神器联盟中救人，又来到他们这里，肯定是有什么事情要说，所以也就让他们先行进宫殿，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萧炎也是笑着拱手道，然后他的目光微微偏头看向了其身后的吴雪，而后者也刚好将他那双美眸投射到这里这边。四目相对之下，萧炎倒是有些不好意思起来。后者看到萧炎的举动，也是轻捂住自己的小嘴，偷偷一笑。不过见到他们成功的从神器联盟中逃出来，也是让萧炎非常的开心。武神阁内的风景如画，奇特建筑，云雾缭绕，仿佛置身于一幅绝美的水墨画中。青山绿水间，那些一座座古朴的建筑错落有致地分布着，散发出浓郁的古典韵味，更有着磅礴的神元之气缭绕，无比的充沛，仿佛每一寸土地都蕴含着浑厚的能量。而后在武神阁之主的带领下，萧炎、灵动、沐尘3人也是来到了一处巨大的宫殿大门前。武神阁之主将门推开，扑鼻而来的就是浑厚的神元之气，令人心旷神怡。然后他们迈着步伐走到宫殿的深处，武神阁之主坐在了属于他的专属宝座上，然后示意让萧炎、灵动、沐尘他们也坐下。当然灵动、沐尘已经是御魂体，坐不坐都无所谓。除了他们4人入座后，还有吴雪、唐青青以及武姬和几位神斩们，他们也纷纷落坐自己的席位上。当他们所有人都入座之后，前方宝座上的武神阁之主便是先行对着萧炎开口说道：“这一次在神器联盟中所发生的事情，我已知晓。首先还是要感谢萧炎小友的相助，救下我的2女儿和臧青青等人。在此，我武神阁欠你一份人情，今后要是有什么事情找我，我必定会全力以赴。”闻言，萧炎则是微微一笑，然后客气的道：“武神前辈无需客气，这也是我举手之劳的事情。只是谁也不知道神器联盟的真面目竟然如此卑鄙。神器联盟这帮该死的家伙，今后必定杀死他们，为我武神阁中前去的那些骄子们报仇。”武神阁能够成为5大超神势力之一，那么自然有强大的底蕴。当然，武神阁之主也不是冲动之人，对于这一份恨意，他自然会暂时先埋在心底，等日后时机成熟才报仇。毕竟在神器联盟中遇害的看可都是武神阁培养出来的精英骄子，这对于其损失也是很惨痛的。没想到这平日里令人向往之地的神器联盟，其背地里竟然做着这样见不得人的事情。而且此事发生后，5大超神势力也逐渐的靠拢合作，准备在最佳时机反击。其他超神势力同样也失去了他们的精英骄子，被人白白送去了性命，谁能受得了？竟然还拿免费修炼1年资源为幌子，骗取了诸多超神势力的精英骄子，最后让他们都损失惨痛。或许也因为这一次的原因，他们都对曾经令人崇拜的神器联盟感到厌恶。虽然他们皆是单论各自底蕴比不过神器联盟，可他们诸多超神势力一起达成共识，联手起来的话，那震撼的场面和底蕴也会飙升起来。对神器联盟的这件事情发泄了一会儿后，武神阁之主则是回过神来，然后看向萧炎、灵动、沐尘3人，说道：“萧炎小友前来我们武神阁，是不是有什么要事？”萧炎他们也是感到吃惊，自己都还没说前来的事情，武神阁之主就已经猜到他们来此的目的，真不愧是5大超神势力之一的武神阁之主。然而萧炎也不再客气，拱手微笑道：“武神前辈，今日前来这里，的确有一件事情相求。”什么事情？萧炎小友但说无妨。武神阁之主做了个手势，示意萧炎尽管说，自己能够做到的必定会全力以赴，也算是还萧炎这份人情。而萧炎也开始在宫殿中讲了今日来此的目的，以及在神器联盟的天域中所发生的事情。经过萧炎片刻的时间诉说后，武神阁之主的表情也是愈发的凝重起来。原来神器联盟中除了9域天神阁，
他又能够将他们这些人炼化成玉灵和玉魂的天域世界，而且在天域之中还有玉头以及玉魂头等强大的存在，特别是后者的实力都已经达到8重天位神，比起自己还要强上很多。当然，这还不是重点，重点是神奇联盟竟然如此可怕，那天域世界中竟然还隐藏着一尊魔神。对于魔神的这个名字，他也是非常的熟悉，那是在很久很久之前，所有神奇强者的噩梦。他是毁灭之神，只要手头足间就能够轻易毁灭一切神灵生灵的存在。虽然他不是生存于天古纪元的时期，可是也有一些久远的故事给流传下来。